好，卢秀燕跟黄国昌再合体哦。第一次合体其实是我在荣兴花园办那一次，哦，黄国昌来站台，卢秀燕也来。后来第二次又到了台中迷你小巨蛋，黄国昌又来，卢秀燕也跟他合体哈。那仿罢免的广告哦，他们一起喊说完封7-0，因为823嘛，726是25-0，823完封7-0，团结一定赢。所以这边照片啊，江启臣、严宽恒、杨琼文，这是台中市的以前的县区3个被罢免的，那卢秀燕跟他们合体。那这南投的尤浩、马文君，所以呢，这个苏华啊，许淑华县长跟他们合体。然后这边呢，新竹县的林思瑶，这个林思敏，那新北的罗明才啊，新店，那跟黄国昌也合体。哦，那黄国昌跟卢秀燕也合体。那再一次，请你站出来，就是你既然上次选我，这次要护卫我，要保护我，让我不被他们罢掉，请你再站出来一次。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合体哦。那另外呢，这个特别卢秀燕跟黄国昌合体因为这次726之所以能够成功，小草的贡献也很大，民主党贡献很大，两边合起来才能够大赢哈。所以让台湾再伟大一次，因为川普讲嘛，让美国再伟大一次，所以现在呢。川普是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现在是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哦，让台湾再伟大一次。那另外呢，他们就说那侯友宜怎么不在？哎呀，黄国昌，你们不必见缝插针呐。哦，823向独裁赖清德说不哦。那因为这是主要就是台中就3个啊，台中这是重中之重啊，一共7个里面，台中占了43%，南投也在台中呢，又加占2个，对不对？新竹县也很靠近哦，所以呢，中部这是很重要啊。所以呢，卢秀燕昨天举了朱立伦的手，说朱立伦表现不错，妈妈给你按个赞。那今天呢，很多报纸就把卢秀燕跟朱立伦框起来了哈。那卢秀燕后来有跟我，刚好我们联络嘛，卢秀燕就说，我也不是只跟朱立伦好啊，我跟尤浩也报，我跟每个人都报啊。那中国时报就把我跟这个朱立伦就框起来，我跟每个人都报啊，每个人都好啊哦。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到底卢秀燕她会不会变成党魁又兼总统候选人？哦，那朱立伦到底怎样？哦，现在是大家关切的一个焦点。我们看一下。台中市长卢秀燕、南投县长许淑华跟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牵起齐名蓝尾，喊出完封7-0。但明明823罢免案也有新北立委罗明才，整支影片却看不见新北市长侯友宜。没有必要啦，用那个 CF 上面没有侯友宜市长来见缝插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对于侯市长非常的尊敬。再一次，请你站出来，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你的坚持，再一次让台湾再伟大一次。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反恶霸宣传片，最后让黄国昌、卢秀燕两人肩并肩同坐，合喊让台湾再伟大一次，颇有为卢昌配揭开序幕的味道。我从726的时候开始，在卢秀燕市长的邀请之下，那我就有跟卢市长一起帮台中3位年轻优秀的立委和反罢的 CF。我们现在共同的目标就是面对823的大恶霸。那也没有必要做太多过度的解读，直接去连接到2026年或者是2028年的选举。但谈蓝白合之前，蓝营下一任党主席谁来接棒？传言蓝营内部铺成朱卢同盟，若卢秀燕有默契挺朱立伦连任，把上半场2026大选打好，就能华丽谢幕，交棒给卢秀燕接任党魁兼总统候选人，形成朱卢昌的在野新铁三角。总统候选人要兼党主席，整个党跟总部才能够运作嘛。因为你看过去侯友宜的例子，乃至于韩国瑜的例子，没有办法调和的时候，都会造成撤走。这个党主席人选一定要有能力蓝白合。从726一路并肩作战到823，在野阵营不光对抗执政党，也颇有替未来蓝白合2.0先试水温的态势。来各位。726啊，这个蓝白合是大胜的了，完封嘛啊，有几个本来大家预估他原来的票，去年当选的票赢得很少的，他也过关了。
跟蓝白合很有关系。这股气势到823，我想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哈。我想是包括很多绿营的人心里也这么想，也这样讲哦，也私底下这样讲，说大概就是7-0了，应该是7-0。可是这投票率非常重要，投票率要吹出来了哈。那现在来看的话呢，不要说大家认为说，这7个，他7个为什么他们在第二梯次，我们在第一梯次，我在第一梯次，为什么？他们的难度比我们高啊！我们的联署第二阶段要10%，那我的话13%，有的人17%，有的人18%，都很高。那他们的话呢，大概就10点多%，这10点多，包括是，这个有中选会啊。这个从中来帮助一下，让他拖一下，时间一拖好了，可以了，就10点多%列入来罢免。所以这7个相对的，他罢掉的困难度比我们都高，所以一般来讲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就是要出来投票。另外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黄国昌跟卢秀燕一合照同框之后啊，很多文章都在做了，但是现在我认为蓝白都一样，没有悬念。我们的目标重中之重就是要来的823。反罢要成功7-0。第二个，核三公投要过关，在此呢也特别真的要呼吁一下，很多人就刚我们原来716的那一批的这个选民们啊，这个大家投完了就觉得说没事的，松懈了，没事的，你知道吗？我在哪里去，我在我的地方都讲说要出来投票，要出来投票，很多人说还是被倒上啊，都要倒过年嘞。我才投你而已啊，不同意罢免啊！我说还是你怎么又被罢免一次哦？他以为这样，他还学倒上。我说不是哦，有一个核三公投很重要啊。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提一下啊，我最近就接到好几招的选民服务啊，就是那个台电啊，你以前在节目都有讲啊，说台电现在整个电是不够的，所以它降载，然后降载以后，然后再上去再加载，好了。我现在就有好几个选民服务是什么？他们家的冷气啊，一降一升坏了，砰，坏掉了。去修，哎呦，那个修的钱就给我看，3万多块，啊，台电不要赔，这不是一件呢，也不是最近呢，一直都有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电全部是不够的。我记得赵先生在这个节目有讲过，工业区里面他是会要求他说，什么时段把你降，都会事先讲。如果事先讲，那么你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是不赔。可是如果你没有事先讲，突然下降，然后又上来，让老百姓的电器用品坏掉的话，是要赔的。按照他的规定。其实你们可以打集体诉讼。把这个人多举一点去打诉讼，省律师费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来讲，真的是就是说，这个废核家园呢，真的是紧要修了，让台电又亏钱，让我们的健康又差。然后看到那个新闻，我觉得很好笑。赖清德说什么？说我这个什么净零排放要投入9000亿，然后未来要鼓励起造，对不对？4兆，民间投资4兆。那我就给他查了一下，64个国家里面，台湾的气候变迁的指标，所以净零排放的这一部分，我们排第几名？排61名了，很后面了。我们排61名的，64个国家里面，我们排61名，第4啊，第3啊，第3、第4啊，真丢脸啊，对不对？所以你来看，就是我觉得要让这个数字漂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重新启用核电，就可以解决一大部分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823呢，主要有7个国民党立委要被罢了哈，台中3个，南投2个就5个，新竹1个6个，然后在新北的新店7个啊。那台中因为3个啊，所以他们在冲刺哦，真的冲得蛮用心的哈。礼拜6我还跑到南投给尤浩跟马文君站台哈，那双方罢方跟被罢方的火力全开哦，然后这个严宽恒哦。那就被民进党拿出来打。卢秀燕说，严家3代为地方服务了40-50年了啊。那现在呢，蓝营跟白营也联手哦。当然，他这个地方除了要反罢以外呢，还希望那个核三研议能够同意哦。所以呢，他变成一个不同意罢免，一个同意核三研议，怕有时候有些选民不是搞那么清楚了哈。那江启臣在路口来请托哦。
那另外呢，这个何新存就率车队呢扫山海屯那就是呢这个罢免跟反罢在那边这个对干卢秀燕说呢，如果民进党因为张启成现在是立法院副院长，如果副院长被干掉，台中市长也可能被干掉，因为张启成有可能下次选台中市长，卢秀燕任满了嘛，所以呢，如果说你副院长都没有了，这个市长要选也增加很大的难度了所以卢秀燕呢力挺江启臣包括这个许淑华啦和这个卢秀燕都力挺江启臣。那另外呢说呢，江启臣需要9万的不同意罢免票，不同意罢免需要9万票，才能够压制同意罢免票否则会被干掉干掉当肥料了那另外呢，韩国瑜去守护新竹县的林思明，客家乡亲要守好，因为呢林思明在新竹县那边客家票也不少，我们看一下。在林思明委员的身上，可以明显看到客家子弟这种忠义的精神。客家乡亲也分辨得出是非跟善恶。大罢免是不公平、不正义，大罢免是政治的独裁，台湾民主的大后退。拜托新竹乡亲再一次发挥客家乡亲团结的精神。从太平天国200年来证明，只要客家乡亲团结，可以说天下无敌。希望客家乡亲的正义的怒吼，在823这一次可以全面爆发。嘉宇，卢秀燕现在到处浮选显然看起来是这个国民党蓝营最强母鸡。可是我觉得朱立伦当然冷暖在心，刚刚的那个广告里面也没有看到朱立伦。那朱立伦从这个整个726到823可以感觉就是有苦劳，但是没有功劳，所有的光环已经集中在卢秀燕身上。那未来国民党的党主席是谁，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这事关不管2026或2028。那卢秀燕跟黄国昌的关系也被外界认为说，蓝白合的起手式或者是2028都已经有最强搭档。那朱立伦到底要干嘛呢？所以对朱立伦来讲，他现在不仅需要抱抱，需要拍拍，还需要肯定。但是显然国民党目前没有人要给他肯定，所以他这党主席到底还要不要选下去？现在很尴尬，就是如果你卢秀燕真的不选，那到底国民党谁适合来担任党主席？现在已经有郑丽文他表态他要选到底，如果卢秀燕不选，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要逼卢秀燕出来参选。可是卢秀燕显然他为了自己2026、2028专心，不管是在市政或是在这个总统大选，他不想淌这个浑水，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国民党未来也是会一个尴尬的状况。那823另外一个公投，当然就是关于核三演绎的事情，还是必须要讲说，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讲，他之前在选举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大家，关于核电的选项如果有更新、更好、更安全，关于核废料如何处理的这些，都是可以来一起讨论的，所以从来没有排除新的核电厂或者新的一个能源的使用方式。只是我们的核1、核2、核3，它当初的设计就是40年，所以核1、核2的所谓干式储存槽，当时新北市长不管是朱立伦、侯友宜等等，都是卡关卡了10年才同意这个干式储存槽的这个新建。同样的核3刚刚也讲了就算你这个核3演绎，也只能再用4年，因为你那个储存槽不够了，你要盖干式储存槽，可能又面临新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公投不管如何包括它的主文需要同意再同意，安全的疑虑等等，最后主管机关还是行政院。那如果公投真的没有过，那是不是代表大家的民意就不同意核3演绎，或是不同意使用核电呢？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核电的选项不是只是公投，不是只是今天的一个民粹而已，而是需要更专业更能够符合台湾现况的能源选项，这个才是符合现在台湾民众的需求。嘉义委员好口才，一开口就是挑拨。国民党的党主席其实也不太劳他的费心了。我记得前几周吴峥也是坐在同样的位置，题目呢是谈民众党的2年条款。当时吴峥说：“哎呀，这他党事务不便评论。”偏偏只有嘉义委员，明明题目也没有党主席，偏偏要来谈到党主席，这未免会让吴峥觉得自己的评论 level 高了一层。我们来看目前的823罢免在野阵营玩风的几率还是很大。为啥？因为当初民进党失败的原因到现在没有改变。民进党有没有反省呢？
没有，他继续在搞大罢免。当初大家反对他，就是他不关心民生，他无奈于关税的政策，他无奈于经济或者是诈骗集团，通通来搞政治。现在他继续搞大罢免，所以他越搞大罢免，他的大罢免就会越失败。第二，青鸟的很多过激的行为和不理性的行为，会吓跑中间选民，把普通人给赶走。有没有改呢？也没有改。到处说要做降智图卡啦，格调要低啦，然后路上继续的唱歌跳舞，打扰路人，猎巫抓路人的直播也没有改善，所以民进党怎么可能会赢呢？然后前2天台中的罢免团体浩浩荡荡出来哦，他们打出来的口号叫做什么呢？叫做把共产党赶出去，笑死了！你如果要赶的话，你应该要赶蔡英文呐。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民共产党2017年在台湾注册成立啊，大法官释字644号，台湾可以宣扬共产主义。你怎么不去把大法官赶出去呢？而且在台湾现在被抓到的4个共谍判刑哦，有的判7年，有的判6年，4个共谍加起来的刑期还比不上柯文哲的囚刑28年。对不起中华民国只要判7年。对不起赖清德，囚刑28年。甚至以前还有一个军人，因为涉及侵占到洗衣机，侵占7990的洗衣机，判了12年。与其偷冰箱，不如偷国家机密啊！所以尤其可以看到，在726以后，民进党的防护罩或者他的神话就破了。就是大家发现，过去觉得赖清德民进党抗中保台神话好可怕，他掌握媒体啊，他掌握网军啊，坚不可摧啊。结果后来发现，我们才是多数啊！就像电影《让子弹飞》里面黄四郎这个反派角色，最后他没死，死的是替身，但老百姓就愿意出来反对他了。所以过去大家惧怕了民进党的淫威，觉得他好像很厉害。但是726罢免结束之后，大家才发现他是纸老虎，他一点都不厉害。过去不敢反对民进党的人，现在纷纷出来敢于表态。而且呢，当赖清德的许多发言让他自己成为了笑话，成为丑角的时候，他的823当然继续败。凤馨，谢美玲的比例当然是非常高的。我说过，我其实是有一套计算模式，按照这个计算模式，赖清德的得票计算，对我都是用赖清德，然后占选举人数的比例去算。因为现在呢，会认为说要让赖清德能够完全的这个掌控立法院，就是赖清德当初投票给他的人，好，就是这个他们的动机比较强。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台中这3个选区，其实赖清德当初得票数占选举人数，其实都达到了27%到28%，不低哦。其实不低，就是属于那一种可能会过同意门槛的，就是如果他吹出了90%的票，就是25%，其实就可以过25%。所以我觉得重中之重，当然其实是这3个选区。那其他的部分呢？因为赖清德的得票占选举人数的比例相对没那么高，那么如果稍微高一点的，就是油耗的选区。那么赖清德的得票数占选举人数大概是26%多。好，所以这如果真的要我评估的话，就这4个选区，他在吹不同意票的时候，其实可能是要特别的用力。最危险的应该，其实这里面我现在看那个比例比较高的，应该是江启臣的选区，其次是杨琼英的选区。不过，如果我们按照上一次，其实你知道，在726的投票当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你越是资深的立法委员，他大概吹出来的不同意票那个比例特别的高。其实24个选区当中每一个选区的不同意票所吹出来的这个不同意票占总选举人数都超过30%，每一个选区都超过30%，最高的甚至于到35%，其实是蛮惊人的。那代表，因为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也没那么多，那么再加上了民众党，我认为也没那么多，所以它最大的可能性是有很多的中间选民都看不惯，然后出来投票。可是这一次的投票行为当中，那么那些看不惯，然后想要出来教训民进党的，我认为比例可能会降低。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除了就是当然你并不希望让民进党有任何一点点，就是说我罢免了成功了一个，我就可以到处宣传我成功了，破蛋了。那这样子的民进党是不会改的，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让民进党有改的空间。可是第2个部分，我真心的希望宣传的是核3公投，因为核3公投那代表的是全民对于核电的看法，而这个投票行为，民进党
可以轻忽，但我要告诉你，国际都看重。尤其你看，在台湾的美商还有欧商，他们会不会把所有的结果通通都报回去，然后告诉大家说，明明台湾民众要核电啊，可是就是民进党政府不要核电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国际压力，其实远比台湾民众卑微的压力要来得重要。就是川普，对呀，川普会骂赖清德，你什么意思？对呀，对不对？我就支持核电，你们公投也支持核电，你怎么现在反对？所以虽然他不见得听民意，可是我认为他会听美国川普老大哥的意思，所以那投票对于我们改变这整个的环境，尤其台中地区深受火力发电全开的痛苦，我认为这个是重中之重。台中南投才衰的，对，台中因为风向的关系，台中因为埔里啊那一带竹山都是一个比较盆地的地方，对，所以风到那边就现在在那边盘旋，所以那个地方得肺腺癌的很多是比例非常高它的空污最糟的。说南投如果本身有工业，大家享受了工业的好处，那忍受一点坏处算了。它没什么工业，以农业为主，还要忍受火力发电厂的坏处，真衰死了台中南投的人，这只有5个被罢真的是我觉得现在选民真应该觉醒了。休息一下再回来。王宏威说呢，总统府要行政院检讨罢免失败了，总统就说乱讲，你是移花接木，工人造假总统府有一个函嘛，看到没有？给谁呢？就是给行政院，包括相关单位了。那王宏威就说奇怪了，我哪有造谣啊？他也同样秀总统府这个函，总统府的函，你看我们念给你听说明这是公共事务部了，会诊7月民众关心重要议题，请酌参。就你这些单位要参考第一个，本年7月民众关注重要事项如下：第一个，本年726罢免投票结果，检讨罢免失败原因及提供后续施政建议；第二，劳工权益；第三个，丹纳斯台风的灾损复原；第四，诈骗；第五，1万块的普发现金；第六，台湾航空城。第一个就是要讲的检讨罢免的失败原因，以及提供施政建议。说王宏威哪有乱扯，没有造谣嘛？那总统府又骂说我们讲了6、7点，你怎么只拿第1点出来？那要怎样呢？第一点就是很重要啊，你也放了第1点啊，那不是很重要吗？那王宏威拿出来检讨有什么不对呢？那你不该检讨吗？检讨也是应该，本来总统府就应该出来说，哎呀，本党发动大罢免，然后现在大失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深切检讨。我们本来以为会成功的，为什么失败呢？这不是应该检讨吗？检讨也没有什么错啊。检讨就叫造谣，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看一下。这个公文里面有说检讨罢免失败原因，承认大罢免大失败，所以您承认大罢免大失败吗？中立法院质询这份总府公文的真假，过了2天还在烧，起因是总府批评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移花接木的造假。王宏威周6晚间发文贴出完整公文，点名上面就白纸黑字写着，要求针对今年7月26日罢免投票结果，检讨罢免失败原因及提供后续施政建议。说至今还是看不出来移花接木造谣在哪里。更何况王委员没有出示完整的公文，只有截取了第2项第1条，刻意隐瞒其他可以辨识出是民意会诊的相关文字，用片段资讯误导国人，操作社会对立。总统府表达谴责。总府认为王宏威质询时不秀出其他7项民意反映有蓄意操作之嫌，更点名公文第1项就说清楚是会诊民众陈情案件。即使出示自己的公文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难道总统府的发言人都已经看不懂总统府自己公文在发什么了吗？所以还是请总统府发言人回去好好读一下，不要继续崩溃，继续的硬凹了。基凯怎么看？宏威这个当初他去要守制这个文像很多立法文都有这个动作嘛。那一去的时候，他竟然一开始被公开，那时候已经引起一个轩然大波。那这一次更离谱了，这次他这个文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的，这个总统府竟然白纸黑字的东西还敢出来再否认，真的是离谱到极点。所以昨天又被王宏威狠狠又打了一巴掌了。王宏威现在拿出来就是上面你就是赖清德，你就在去检讨726整个大罢免。他讲这个有什么好丢脸的吗？
本来错了，然后赶快去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嘛。所以里面出了2个大的问题。第一个，白纸黑字，民进党都可以继续造谣，说是没有的这个事情。第二个，显然民进党到现在都没有要好好反省嘛。这就是现在目前最大一个问题，已经离谱到全民都已经愤怒了，然后让你25-0了。结果你现在还这样讲说你要整个检讨也是错的，那大家去看看他那个整个回文没有错，他开始也在检讨啊，可是看起来也没有检讨出一个什么一个的，所以看起来823大家还要继续的教训他。另外特别补充一点为什么一直在提说823这个选票很重要，不只要救7个这个国民党这个立法委员，你像我昨天我去帮江启臣，刚刚在讲讲的一些问题，他讲像昨天那个卢秀燕是每个人都报了，不是只有报朱立伦了。那包括你刚刚一直在讲说什么那个核三厂的那个研议过了40年就不能再用。现在全世界有160座的这个反应炉，都是超过160座都是超过40年的。光是一个美国就有89座了，所以请不要再造谣了。核电厂非常的安全，他当初为什么定一个40年？就是一个反托拉斯啊，他美国那时候要定嘛，所以他定了这个条文。那目前上全世界也已经有超过160座，所以没有什么老旧的这个问题。那核三厂这个很重要，我拜托大家一下这天一定要出来投票，因为你看，包括刚彭先生讲，美国商会最近这几年，每次他提出来的第一项要求台湾政府要做的什么事情什么？他说连美国人要来投资都认为我们的电力是出问题的，结果民进党不做，他 AIT 处长已经3度讲了也不做，那。川普也明确讲了，川普他现在在白宫里面，他还成立一个核能再度伟大的推动委员会，他们要让核能再度伟大，连美国都已经在做了，凭什么台湾现在还这样一直在往后，全世界都在往前，在返回核能的时候，结果民进党要把我们拉到这一件好像中古时代，自己都不进步，这才是现在最大问题。所以我拜托一下823，一方面是出来把这个7-0，我们要再一次的这个胜利，好，那另外这个核三研议这个公投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过的话，老实讲，这个比例如果这太低的话，国际上也会笑我们那如果有过，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有过有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民进党如果真的再不做，2028年总统大选，那他们就要换人啊。赖清德如果公投过了，他们都继续带皮，他们就不做的话，那我们就用这个议题来对决，对不对？你们不愿意做下来，让在野党、让国民党或民众党来做。如果这个公投过了，赖清德不做，我可以质疑赖清德。那你说台湾2300万人的前途要大家来决定，那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决定不是假的吗？是你决定还是2300万人决定呢？另外呢，最近呢，这个有说南方四剑客这个国民党这个骗子说还不错，得到蛮多人的肯定。我们看一下，搞定了没有？搞定了。我还没上车。我还没上车。这个年轻人的创意很不错引起很大的回响。那民进党当然就恨得牙痒痒。所以这个创意我们到处演讲也都会这样。那像民众党他提这个823公投，我陪他们扫街车队扫街，台南。但是他们经验比较少可能没有选举经验，1点下到1点，又过来我1点。那南部的太阳多大？那我们还是陪他们找，拿麦克风怎么讲？我讲给你听。公投南部这我你送我送唔免什么咧投几厘的、5厘的、2厘的，唔免啦。我跟你讲，公投爱同意，你省钱找人去罢免不同意。你1万单领钱，还有押韵这是安尼因为你罢免不同意，这立法委员留伫立法院，行政院长1万块，伊袂使无法，伊若无法，伊压力真大。你公投爱甲投同意，核能电厂搁再起呢，咱的电钱就降了1度1块。你甲想，全世界我无反对太阳能。南部的乡亲他不反对太阳能，他反对的是官商勾结。我跟您讲，全世界的太阳能平均的价钱1.35一度，1.35咱1度5块。我讲上简单的，我来的今麦来讲官商勾结。赖总统你上来以后，你明知道2年半以前你说的，因为你很清楚，当时的太阳能做得红红火火。他说，民进党最严重2个问题，
第一就是黑金勾结，第二就是论文。2年半前，这是赖副总统讲的，他要参选党主席。那各位想一想，为什么他知道？然后童子贤伊基本上不是看伊袂歹。童子贤讲啊，全世界太阳能拢安怎多啦？我跟你讲，印度的太阳能哦，一度电哦只有0.9到1.35啊。印度啊，中东啊，一度电只有0.45到0.9。咱讲美国好了，美国是一度是1.2到1.8啊。那讲德国，辉和家园的德国的太阳能是1.5到2.4。咱来讲咱隔壁日本了，太阳能是1.8到2.7啊。巴西的太阳能是1.05到1.5。非洲啦，好，非洲的太阳能一度是1.2到2.1。你甲想，全世界拢安尼尔，咱一度5块，钱少一倒。所以无怪你大家台电的一空乌啷啷啊，下门探光当愈补愈大空啊，一档1000亿、1000亿、1000亿。你补伊口鱼帮啊乡，较济来就死无够，较济钱来甲你借伊，那这些钱就遁到，就是遁到刚刚你讲的，也有原始股东，也有外资，也有什么，其实拢是民进党的。我甲你讲，赖清德还没上台前，台南地检署办一个案件，我独独办一个，今麦咧关陈凯琳。如果不是他去接受性招待。如果不是他在收手的时候有一笔钱，现在还能办呢？一笔都没有办到，700多个案件，什么小二甲有的没有，弄起一起来，你怎么可能上兆的经济利益一个人可以搞定？一个局长就搞定？各位你要看哦，地检署查得很清楚，你们成立的这几家公司哦，资本额多少？10万，成立的时候，4年以后资本额多少？4亿到6亿，看我这钱拢怎安尼塞入去？91亿了，你能查不到吗？不可能啊！这个金流这很清，然后最重要就是贷款开绿灯了。这些太阳能拿了多少贷款？我最近发函给金管会，他现在说新青安年轻人上车买房子，贷款贷不出来，钱是给我上贷去，是不是这些利能带走了？所以整个财务结构啊，所谓官商勾结没，然后那虽然利能，如果你823公投没有过了，我们台湾就继续用废发电，那政府就继续用心诈骗。然后呢，这个受了台电摔倒，绿油有吃饱。你刚刚讲那个案子一个案子就91亿啦。啊，中个时间到者，拜三我去家己扫街啊，还陪一下嘿，下晡4点，日头较无遐阳。加油车厂4点。陈佩琪说呢，柯文哲是被有计划的构陷，所以要到天安门去抗议赖清德独裁。意思就是说，你们认为共产党独裁，你们可能更独裁。哦，我想他是这个意思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陈佩琪说呢，到时候要背着柯文哲的骨灰形影不离，每天去堵赖清德夫妻出门。哦，到时候呢，我就背着柯文哲骨灰哦，然后呢，看你们怎么办哦。那另外，上次柯文哲在出庭的时候暴走嘛，飙脏话。那陈佩琪也是情绪也不稳定，问审判长说：“请问他做了什么犯罪嫌疑那么重大？”哦，审判长说：“请制止，要拘束他。”然后呢，陈佩琪就走到法庭外沙发上痛哭。我到法庭外，你不能拘束我了吧？哦。那另外呢，陈佩琪说他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哦，而且说干脆在法院轻生好了，或是在我面前枪毙柯文哲。哦，他说反正柯文哲被检察官求刑28.5年，那跟死刑也差不多了。28关出来多几岁了，所以呢，干脆在我面前把他枪毙好了，我就把他的尸体挂在北院的前面，让小草跟我每天伴他到永远。那另外呢，这个苏伟硕医生是说了哦，你们这个法律见解有问题了，监察院内政部只是为了要猎杀柯文哲哈。
那国土署就说啊，他是为了这个单一对象设奖励有争议的哦。现在不管怎样，就柯文哲有罪没罪哦，拿证据，然后到法院去让法官跟律师跟当事人去辩论嘛。那你现在把他起诉，已经起诉了，起诉就表示你证据确凿了。那起诉会继续把他关了将近1年，这很奇怪啊。但是你证据不够吗？如果你证据不够的话，你就不要起诉他。如果你证据够，起诉他就放人到法院去讲个道理啊。哦，现在他关在那地方又不能接见，哦，只能接见律师，家属也不能，外面人都不能接见，好一个人也拖死了。哦，所以他到底有罪没罪，我不做任何评论，到法院上去讲吧。对，但是你既然起诉了，你就要放人了，就表示你证据确凿了。那起诉又不放人，还在说什么证据不够，怕他串证，这不是很奇怪？这点就很奇怪嘛。我们看一下。先生骨灰没有办法背出国，我就拿了他的相片，我要跟全世界的人讲，我们的一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国家的这个凶恶残暴的政府是怎么样去关押、用法律的司法的迫害一个在野党的党主席，造成我们家家破人亡的。讲完这句话，脸上满满泪水。柯文哲妻子陈佩琪暴露心中计划，廖化第一站就要到这。我第一站就要到天安门广场。我要用我的流利中文，我要跟人家讲，我们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凶恶残暴的民进党政府？呛声到天安门控诉台湾司法状况，只是担心丈夫柯文哲自己身心。可以多吞几颗的话，就会变得很正常了。就是柯有果啦、千有姐多吞几颗，但是花姐说好像那个药效好像也没办法持续到很久的。陈佩琪的泪水洒落在记者会上，但得打起精神再控金华城案件。到底是配合内政部一起构陷，还是你是被内政部去误导了？我先生被羁押了9个多月，不是证明他是清白的吗？矛头对准内政部及监察院，同为医师的苏伟硕也帮忙整理资料，发现这份监察院的纠正文却大有问题。不管是内政部或者是监察院都非常清楚，我国的都市计划里面关于容积率的管制本来就是2轨制，指鹿为马的原因为何？事实上就是政治目的。苏伟硕跳领域，并细数台北市4位市长任内共有36件都依照都计法第24条为依据的案子，其中有9件也都含有奖励容积，并指内政部经回函让监察委员指出违法。营建署的函释是这样。明明就是双轨制，竟然提供给监察院的时候会说是违法。不过被点名的监察委员不回，而内政部截稿前还没有回应。来，来嘉宇先说吧。当然，我觉得柯文哲的案件到现在对陈佩琪来讲，身心压力确实是非常的大。不过，他这个记者会的内容其实对于柯文哲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是我觉得民众党真的要好好的关心陈佩琪医师哦，因为毕竟这段时间他所受的压力非常的大。那越是曝光，或是越是去法院等等，其实都会让陈佩琪的精神状况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外界我想也是非常的关心，也会蛮担心的。但是柯文哲的案件是另外一回事哦，因为毕竟金华城到现在这个法院也还在审理，那最近也在密集的开庭，那包括这些资金由这个邱佩玲基隆市副市长所讲述的这些资金确实有很多的内容，包括金额等等，这些也都让外界瞠目结舌，包括说几百万的钱就放在管理室，然后让人家来拿这些也会变成大家去谈论的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金华城案大家更在乎的就是财团跟这个市府之间到底有没有官商勾结，那有没有利益输送，这个是关系到全台北市民的权益，而不是只是柯文哲个人的清白而已，也是我过去在议员任内一直从郝龙斌市长到柯文哲任内，我想我们所在乎的就是金华城有这么大的这个容积的利益，这个是属于全台北市公有的，而不是只是一个财团今天要求就可以由市长或者是市府来变相增加，这是郝龙斌市长都不敢给金华城的。可是，在柯文哲任内，透过这个所谓都委会，就让金华城可以1坪换4坪，这个我觉得才是问题的根本。那至于有没有利益输送，这个就是现在检调在调查的。来，汉庭。本来认为在726之后，司法检调人员可能会见风转舵，然后开始让整个的审判回归到正常的法律程序。结果看来好像也没有。那如果你是赖清德，在726或823如果大败之后，你觉得会要放柯文哲吗？当然不会啊。
如果放了，不就证明这就是政治案件？如果放了，民众党会投给我吗？也不会啊。那难道放了出来之后，让柯文哲继续每天骂我吗？当然不会。所以赖清德这个方面是卖笑熊，要真正的放出柯文哲，大概只有3个力量：第一，赖清德本人，但走不通；第二，就是美国。如果今天 AIT 突然打个电话给赖清德，放了柯文哲，赖清德马上打电话给法务部长，然后马上柯文哲就出来了。台湾的社会就是如此。那美国这套很显然的，美国也没有很 care 柯文哲的存在。再来能够出手的就是第三，东方大国。所以如果认真的现在来看，大概柯文哲很不幸的会一路关到2028。那真的要救出柯文哲，就是2028换党执政才有机会让柯文哲案回到正常的法律程序上，不是说保证他铁定无罪，而是回到正常的法律程序。而如果要求要在2028年以前救出或释放柯文哲的话，那可能答案也是一样，叫做换党执政。但是换的到底是哪一个党，我就不说了。柯文哲每次开庭我都有去了，我要提醒那个嘉义，你们不要把自己眼睛遮起来，以为都没有看到。苏伟说这个记者会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讲北检为什么办柯文哲，因为他们监察院提了一个调查报告出来，他显然是指鹿为马。今天苏伟说讲的是什么？他统计了台北市政府历年来在向这次精华城市容积奖励的时候，用过都市计划法第24条，有36件哦。所以他是没有问题的，结果监察院竟然说他是有问题，然后北检又这样一路跟着上去办他，所以今天是导正过来。那老蒋，我必须跟大家讲，我每次去听庭，到目前已经有10几位的这证人，包括2位副市长、都发局的局长2位，另外这个都委会的这个执行委员有2位，有10多位这个证人都最专业的，他们都用的就是刚苏伟所讲的这个，因为他没有违法嘛，那现在已经被导正了，然后现在也没有金流，没有证据，所以关1年真的是太离谱了，赶快把人放出来。案件在起诉前那就有一个特殊的所谓进检了，然后每周丢出一些新的资料，确实从